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发现丈夫出轨后，我果断离婚，净身出户。小姑子高兴地放了3天烟花，周燕更是当着我的面将市中心的婚房转给白月光。要是你现在和傅雪道歉，我还能留个保姆间给你住。周燕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不屑，像你这样的家庭主妇，离了我还能有什么价值呢？她却忘了5年前是我扶持她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她的命脉早早就把握在我的手中。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周家那个几百人的家族群正为我的净身出户狂欢，小姑子周薇连发了10几个庆祝的烟花表情，总算把这个扫把星送走了。哥，你终于自由了。底下是一片附和。阿燕这下可以安心搞事业了。那种女人除了花钱还会干嘛？离了我们周家，看她怎么活。周燕始终沉默，她的沉默就是最大的默许。我安静地看着屏幕，像在看一场与我无关的闹剧。5分钟后，周燕的私信来了，不是文字，是一条语音。我点开，她那熟悉又冰冷的声音流淌出来，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得意。秦征，离婚协议你签了，就别再耍花样。市中心那套婚房，你爸占了这么久，也该还给我妈了。还有，别再打电话骚扰我，我嫌烦。我关掉手机，屏幕按下去，映出我毫无波澜的脸。结婚5年，我为他付出所有，我卖掉父母留给我唯一的遗产，一套老洋房，凑了3000万给他当创业启动金。他的珠宝公司艳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到如今市值数亿，靠的是我一幅幅不眠不休画出的设计稿。他却对外宣称自己是天才设计师，而我只是他背后那个平平无奇、只懂花钱的周太太。我曾以为人心是能焐热的，直到上个月我生日那天，他陪着他的白月光傅雪去巴黎看秀。我在医院里拿着一张胃癌早期的诊断书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了，那头很吵，隐约能听到傅雪娇嗲的声音：阿燕，这件好看吗？我的声音很轻：周燕，我生病了，在医院。她很不耐烦：什么病值得你现在打电话来？我在忙，别无理取闹。说完，她直接挂了。那一刻，我的心连同那份可笑的爱意一起死了。我抬起眼，看向窗外，城市的霓虹灯璀璨如星河。我的律师刚刚离开，桌上静静躺着一份文件：盛华资本股权转让协议。盛华资本是艳色珠宝的母公司，持有艳色60%的股份，而我秦征现在是盛华资本最大的股东。周燕，你的好日子到头了。3个月后，海城最顶级的私人设计中心归处工作室正式揭幕。我不叫秦征，我用的是我的笔名征。在珠宝设计圈，征是一个传奇，出道即巅峰，从不露面，每一件作品都被炒到天价，无数人想要求得一稿。没人知道，征就是那个被周家扫地出门的米虫秦征。平静的生活被一则财经新闻打破。艳色珠宝最新一季月光恋人系列大获成功，销售额突破10亿。总裁周燕表示，即将开启下一轮融资，目标是成为国内珠宝第1品牌。电视屏幕上，周燕意气风发，她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侃侃而谈。身边的傅雪笑靥如花，手上戴着的正是我设计的月光恋人系列主打款，那是我为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设计的。如今
成了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见证。我的助理小雅气得直跺脚：“秦姐，这也太欺负人了！他这是偷了你的设计。”我关掉电视，拿起画笔。别急，月光恋人系列一共有12款设计，对应12个月份。周燕手里的只有前3款，那是他从我书房的废纸篓里翻出来的。他以为他拿到了宝藏，却不知道那只是我随手丢弃的残次品，真正的精华还在我的脑子里。他靠着3款残次品把公司做到了10亿估值，他现在一定很着急吧？后续的设计稿迟迟拿不出来，投资人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我勾起唇角，在画纸上落下了第一笔。周燕，你以为你攀上了高峰，殊不知那只是我为你堆砌的沙堡，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让它坍塌。周燕的焦虑比我预想的更严重，她开始疯狂地在圈内寻找能够延续月光恋人风格的设计师。她开出天价，却没人能模仿出真的灵气。那些拙劣的模仿品反而让艳色的口碑急速下滑，投资人开始质疑他的能力，公司的股价也随之动荡。1周后，一辆高调的迈巴赫停在了归处工作室的楼下。我知道他来了，助理小雅紧张地跑进来：“秦姐，周燕来了，她要见曾老师，让她等着。”我慢条斯理地调着颜料，没有抬头。周燕在楼下会客厅，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晚上7点。从最开始的趾高气扬，到后来的烦躁不安，再到最后的颓然。小雅每隔半小时就来汇报一次她的状态。秦姐，她开始抽烟了，一根接一根。秦姐，她把咖啡泼了，好像在骂人。秦姐，她看起来快没耐心了。直到天色全黑，我才放下画笔，洗干净手，换了身衣服，施然下楼。周燕坐在沙发上，背影萧索。听到脚步声，她猛地回头，看清是我时，她愣住了，随即她眼中迸发出毫不掩饰的厌恶和鄙夷。秦征，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来干什么？纠缠我？她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刻薄。瘦了这么多，是没钱吃饭了，想来求我复婚。我告诉你，不可能。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前的男人穿着上百万的西装，戴着千万级的名表，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成功人士的光环，可他的眉宇间却带着一股怎么也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焦虑。真可笑，他靠着我的心血装点门面，却反过来对我极尽羞辱。我走到他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杯水。周总，好久不见。我的声音很平静。他皱起眉，显然很不适应我这种态度。谁让你进来的？这里的保安呢？一个闲杂人等都随便放进来。他提高了音量，是在向我的助理示威。我笑了。周总，你不是来找征的吗？我抬起眼，直视着他。我就是。空气瞬间凝固，周燕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错愕，再到荒谬，最后定格在一种极度的扭曲上。你是征？他的声音尖锐地变了调，仿佛听到了本世纪最大的笑话。秦征，你是不是穷疯了？为了钱，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嘲讽。你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女人，懂什么是设计？你画的那些东西，狗看了都摇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稿子都是你从哪里抄来的吧？现在骗到我头上来了，滚！最后那个字，他几乎是吼出来的。我端起水杯，轻轻抿了一口，温热的水划过喉咙，很舒服。周总，别这么激动。我放下水杯，从随身的包里
拿出了一支录音笔，放在桌上。这里面是我3年前在你的书房里和你讨论《月光恋人》最初构想时的录音。当时你说这个名字太俗气，你更喜欢永恒之心。我说月光虽然短暂，但每个夜晚都会降临，就像恋人之间总有起落，但爱意永恒。你还记得吗？周燕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她死死地盯着那支录音笔，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件事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当年我是若珍宝的灵感碰撞，在他眼里不过是我无理取闹的痴缠。他根本不记得我说过什么，但他知道我没有说谎。他指着我，手指都在颤抖。你到底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我收起录音笔，站起身，只是想告诉周总，你今天要见的人我已经见过了，他对你的报价不太满意。他说想要他出手，可以，但他有个条件。我走到他身边，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他要你跪下来求他。周燕的身体剧烈的一晃，她猛地抬头，一双眼睛布满了血丝，死死地瞪着我，那眼神像是要活生生把我吞下去。秦征，你敢耍我？他咬牙切齿，额角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我直起身，退后一步，与他拉开安全的距离。周总，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只是一个传话的，至于你信不信，贵不贵，那是你的事。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准备上楼。站住！周燕怒吼一声，冲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力气很大，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把征的联系方式给我，否则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我疼得皱起了眉，却没有挣扎，我只是垂下眼，看着他抓住我的那只手。周总，你弄疼我了。我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冷意。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在我过去的记忆里，只要他稍微对我粗暴一点，我就会吓得瑟瑟发抖。放手！我又说了一遍。他不但没放，反而捏得更紧了。秦征，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现在是谁？一个被我踹了的下堂妻？我动你一根手指头，都是你的荣幸。他的话恶毒又刺耳。就在这时，工作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周薇那张扬跋扈的脸出现在门口。他看到我们拉扯的样子，立刻尖叫起来，哥，你跟这个贱人废什么话？他踩着高跟鞋冲进来，一把将我推开。我没站稳，踉跄着向后退了几步，后腰重重地撞在了桌角上，一阵剧痛袭来。我闷哼了一声。秦征，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离婚了还敢来纠缠我哥？你是找不到下家，又想回来扒着我们周家吸血吗？周薇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周燕站在一旁，冷眼看着，没有丝毫要阻止的意思。在他眼里，我活该被羞辱。我扶着桌子，慢慢站直身体，后腰的疼痛让我眼前阵阵发黑。我看着这对理直气壮的兄妹，忽然笑了。周薇，你哥求我，你信吗？周薇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脑子被驴踢了吧？我哥求你别死皮赖脸地缠着他吗？我没理他，目光越过他，看向周燕。周总，我的耐心有限，给你3分钟时间考虑，3分钟后，征的报价就要翻倍了。说完，我不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转身一步一步走上了楼梯，身后是周薇气急败败的咒骂和周燕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声。我回到楼上的办公室，反锁了门，后腰的疼痛还在持续。我靠在门板上，缓缓滑坐到地毯上，冷汗浸湿了我的后背。我从包里摸出止痛药，
干咽了2颗，胃里传来熟悉的灼烧感，提醒着我，这具身体早已不堪重负，但我不能倒下，至少现在不能。楼下争吵声和咆哮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周薇的声音尖利刻薄，周燕则在压抑着怒火。我闭上眼，屏蔽掉那些噪音。我在等周燕做出选择。我知道她会的，为了艳色，为了她所谓的事业和前途，她什么都做得出来。尊严又算得了什么？果然，没过多久，楼下安静了下来，紧接着是清晰的一步一步上楼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沉重、迟疑，充满了挣扎，最后停在了我的门口。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开门，是周燕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我没有动。秦征，开门。他又说了一遍，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是恳求。我还是没有动。门外是长久的沉默，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一定是屈辱又不甘。就在我以为他要放弃的时候，一个沉闷的声音隔着门板传了进来。征老师。他终于喊出了这个称呼。我错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靠在门上，听着他屈服的声音，心中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可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没有开门，只是对着门外冷冷地说，机会不是用嘴说的，我要看到你的诚意。门外又是一阵沉默。过了许久，我听到扑通一声，声音很响，像是膝盖重重砸在地上的声音。我的心也跟着那声音沉了一下。周燕真的跪下了，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征，为了一个他根本看不起的前妻传的话，他跪下了，何其讽刺！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的一角。楼下，周薇难以置信地捂着嘴，看着跪在我门前的哥哥，他的脸上是震惊，是屈辱，是愤怒。而周燕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引以为傲的自尊已经被我亲手踩碎了。这只是一个开始。周燕在我的门外跪了整整1个小时，直到我的助理小雅都看不下去，上来敲门。秦姐，楼下周总他让他跪着。我头也没回。小雅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叹了口气，下去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才打开了门。周燕还保持着那个姿势，背脊挺得笔直，但紧握的双拳暴露了她内心的不平静。听到开门声，她缓缓抬起头，那双曾经对我充满鄙夷的眼睛，此刻只剩下红血丝和浓浓的屈辱。看到我，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想通了。她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眼神复杂。起来吧，我淡淡道。征老师说，你的诚意，他看到了。周燕的身体明显松弛了下来，她扶着墙，挣扎着站起来，因为跪得太久，双腿一个踉跄，差点再次摔倒，样子狼狈不堪。楼下的周薇立刻冲了上来，扶住他。哥，你没事吧？这个贱人，他怎么敢这么对你？他恶狠狠地瞪着我，恨不得用眼神杀死我。我懒得理他，转身回到办公室，坐在了我的主位上。坐。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周燕推开周薇，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坐在了我对面。周薇也想跟进来，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周小姐，我和周总谈正事，请你在外面等。你，周薇气结，出去。周燕开口了，声音嘶哑。周薇不甘心地跺了跺脚，恨恨地退了出去，还砰的一声摔上了门。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周燕2个人。
气氛压抑的可怕。说吧，征到底要什么？周燕率先打破了沉默，他已经直接默认我就是征的代言人，他要燕色30%的股份。我狮子大开口，什么？周燕猛地站了起来，不可能，他这是抢劫。燕色现在市值10亿，30%就是3个亿，用3个亿去买几张设计稿，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周总，你可以选择拒绝。我靠在椅背上，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但是据我所知，燕色的 B 轮融资马上就要到账了。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出你们核心的设计师跑路，后续产品线断裂，我没有把话说完，但我知道他懂。周燕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死死地攥着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他为什么非要针对我？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大概是我拖长了语调，看着他痛苦挣扎的表情，忽然觉得很有趣。看你不爽吧？周燕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颓然坐回了椅子上。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探究和怀疑。秦征，你和征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帮你？在他看来，我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弃妇，根本不可能结识征那种级别的大人物。唯一的解释就是征和我一样都恨他，所以才愿意出手帮我羞辱他。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合同推到了他面前。这是股权转让意向书，征老师说了，给你1天时间考虑，明天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签，那条件就不是30%了。周燕拿起那份合同，手指都在发抖，白纸黑字，每一条都像是在割他的肉。他就不怕我鱼死网破吗？他声音嘶哑。怕？我笑了。周总，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以为燕色是你的心血，可在资本眼里，它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取代的项目。没有了征的设计，燕色一文不值，而征可以随时再创造出无数个燕色。你和他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我的话像一把把尖刀，精准地扎进他最脆弱的地方。他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在真正的天才面前不堪一击。周燕闭上了眼，脸上是深深的无力感。许久，他才睁开眼，看着我。我签，他说，但我也有一个条件，我要见征一面，我要当面问他，他到底是谁。我看着他眼底那最后一丝不甘和挣扎，点了点头。可以，明天下午3点，还是这里，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得到我的承诺。周燕像是被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她拿着那份薄薄的意向书，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我知道这场仗我赢了一半。第二天，周燕没有迟到，她甚至提前了半个小时就到了。她换了一身衣服，头发也精心打理过，似乎是想在征面前维持自己最后的体面。她没有带周薇，也没有带傅雪，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会客厅里。我没有去见她，我让她等着，就像她曾经无数次让我等待一样。我就是要让她也尝尝那种充满不确定和煎熬的滋味。3点整，我才从楼上下来。我换上了我最喜欢的一条红色长裙，化了精致的妆容。我看着镜子里那个明艳照人、气场全开的女人，恍惚间觉得有些陌生。原来脱离了周燕的秦征可以这么耀眼。我走到会客厅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周燕立刻站了起来，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身后。她在等征的出现。当她发现我身后空无一人时，脸上的期待瞬间变成了失望和愤怒。你又耍我，征呢？我走到他面前，红唇微勾，
周总，别着急，我不就在你面前吗？周燕的瞳孔猛地收缩，她死死地盯着我，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变得惨白。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因为极度的震惊而变得干涩嘶哑。我拉开椅子，优雅地坐下，双腿交叠。我说，我就是争。我一字一句清晰地重复道：不可能。周燕失声叫道，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这绝对不可能。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连连摇头。秦征，你别再装了，你是什么货色，我还不清楚吗？你连设计软件都不会用，你怎么可能是征？你以为随便找几张废稿就能冒充他？你当我是傻子吗？他的反应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一个被他踩在脚下5年的女人，突然变成了他需要仰望的存在。这种巨大的落差足以让他崩溃。我没有急着反驳，而是从包里拿出了我的平板电脑。我点开一个加密的文件夹，推到他面前。周总，看看吧，文件夹里是月光恋人系列剩下9款设计的完整手稿，以及每一款设计的灵感来源、细节解说、3D 建模，甚至还有几款我从未示人的更高级别的设计。那些线条，那些构思，那些独一无二的创意，都带着强烈的征的风格，那是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周燕的目光死死地粘在了屏幕上，她的手不受控制地伸过去，想要触摸那些设计稿，却又在半空中停住。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她猛地抬头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惊骇、恐惧和一种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情绪。这些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我不说话，只是当着他的面打开了电脑上的专业设计软件。我拿起触控笔，调出他公司正在预热的下一个系列——深海之心的半成品设计图。那是他找了3个所谓的大师，花了2个月时间才勉强做出来的东西，华丽但没有灵魂。我只看了一眼，就指出了其中3处致命的结构缺陷。然后我当着他的面，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将那幅平庸的作品修改得流光溢彩，充满了生命力。那画龙点睛的一笔，正是征最擅长的手法。周燕彻底呆住了，她像一尊石化的雕像，僵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有不断颤抖的瞳孔泄露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他终于不得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那个被他嫌弃了5年，被他认为是米虫、是累赘的前妻，就是他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下跪，也要求一稿的天才设计师征。为什么？过了很久很久，周燕才从喉咙里挤出这3个字。她的声音像是一片被碾碎的枯叶，干涩、脆弱。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痛苦和不解。告诉我。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轻轻笑出了声。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就是那个能帮你飞黄腾达的垫脚石，好让你更心安理得地吸我的血，用我的钱去养你的白月光吗？周燕，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我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狠狠地捅进了他的心脏。他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傅雪，我跟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解释什么。够了，我打断他，我不想听。你和谁在一起，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河。周燕，我们结婚5年，你送过我几件像样的礼物？哦，我想起来了，一件都没有。你公司的珠宝都戴在了傅雪的身上，
而我这个正牌的周太太戴的还是结婚前我自己买的旧首饰。你妈和你妹妹天天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败家，说我只会花你的钱，可他们不知道，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赚来的。你开公司的那3000万，是我卖了我爸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换来的。这件事我从来没告诉过你吧？周燕的身体猛地一震，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嘴唇翕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转过身，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悲凉。我曾经也想过要和你好过一辈子，我以为只要我付出的足够多，总有一天你能看到我的好。可我错了，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上不了台面、给你丢人的秦征。在你生日那天，我拿着胃癌诊断书给你打电话，你却因为要陪付雪，不耐烦地挂断了。周燕，你知道吗？从那一刻起，我就发誓，我曾经给过你的一切，我都要亲手加倍地拿回来，包括你的公司、你的骄傲、你的一切。周燕的眼中终于流露出恐惧，她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铮铮，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她从椅子上滑下来，想过来抱我的腿。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复婚，我们重新开始。艳色给你，都给你，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我后退一步，避开了他的触碰。晚了，我看着他，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周燕，爱你的那个秦征已经死了，死在了那家冰冷的医院里，被你亲手杀死的。周燕彻底崩溃了，她跪在地上，像个被抛弃的孩子，嚎啕大哭，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狼狈到了极点。她嘴里不停地重复着：我错了，原谅我。我只是冷冷地看着，这场迟来的忏悔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了，付雪和周薇冲了进来。他们显然是在门外听了很久了。秦征，你这个毒妇，你把我哥害成这样！周薇一进来就指着我尖叫，付雪则是一脸惨白地看着周燕，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慌。他显然也听到了所有真相。他冲到周燕身边，想去扶她。阿燕，你别这样，你快起来啊！周燕却一把推开了他。滚，你给我滚！他红着眼睛对付雪咆哮道。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这个女人身上。付雪被他推倒在地，难以置信地看着他。阿燕，都是你！周燕指着他，如果不是你，秦征不会离开我，我的公司也不会变成这样，都是你这个扫把星！付雪哭了，哭得梨花带雨。我做错了什么？是你自己说你爱我的，是你自己说秦征配不上你的。周薇也懵了，她看看自己的哥哥，又看看付雪，一时间不知道该帮谁。一场闹剧在我面前上演，我甚至觉得有些好笑。这就是我曾经拼了命去爱、去守护的男人，懦弱、无能，只会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我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了那份签好字的股权转让合同。周总，既然合同签了，那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艳色最大的股东。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正纠缠在一起的3个人动作都停住了，他们同时看向我。我扬了扬手里的合同，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我宣布第一件事：解除周燕在艳色珠宝的一切职务。从今天起，你被解雇了。你说什么？周燕猛地抬头，眼睛瞪得像铜铃，她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周薇也尖叫起来：秦征，你凭什么？公司是我哥一手创办的，凭这个？我晃了晃手里的合同，现在我说了算。我转向付雪，
他还瘫坐在地上，失魂落魄。还有你，白小姐，你身上这套月光恋人价值300万，属于公司财产，麻烦你现在就脱下来还给公司，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报警，让警察来处理你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傅雪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她做梦也想不到，前一秒还带着炫耀的珠宝，下一秒就成了他犯罪的证据，在众人面前被要求脱下首饰，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他拟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还有你，我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周薇身上。周小姐，你在我这里大吵大闹，毁坏我的办公用品，我已经报警了，待会儿你跟警察去解释吧。周薇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她平时嚣张跋扈惯了，哪里跟警察打过交道？一时间，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只有周燕粗重的喘息声。她看着我，眼神里从震惊到愤怒，再到恐惧，最后只剩下绝望。她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真的要毁了他。秦征，他声音颤抖，你不能这么对我，我们毕竟夫妻一场。夫妻？我冷笑一声，在我拿着诊断书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在你妈和你妹妹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羞辱我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周燕，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今天我只是收回一点利息而已。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推开，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气场强大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2名律师和几名保安。男人径直走到我面前，恭敬地朝我鞠了一躬。秦董，他叫我。周燕的瞳孔再次地震。秦董，这个男人他认识，是盛华资本的 CEO 谢寻，是他们艳色的顶头大老板，那个在资本圈呼风唤雨，连他都要仰望的存在，现在却对我如此恭敬。周燕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终于意识到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我不仅是征，我还是他老板的老板。谢寻没有理会呆若木鸡的周燕，而是转向我，递过来一份文件。秦董，按照您的吩咐，对艳色珠宝的资产清算和人事冻结已经全部完成。这是周燕在职期间涉嫌职务侵占、挪用公款以及商业窃取的相关证据，只要您点头，我们随时可以启动司法程序。谢寻的声音冷静而专业，每一句话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周燕的心上。周燕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哀求。不要，秦征，征，她语无伦次，连称呼都变了。求求你，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放我一马，我把公司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求你别送我去坐牢。他爬过来，想要抓住我的脚踝，被保安拦住了。我低头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把我踩在脚下，如今却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的男人，我心中没有一丝怜悯。情分，我重复着这2个字，觉得无比讽刺。周燕，你跟我谈情分，在你默许你家人羞辱我的时候，情分在哪里？在你用我的钱去养别的女人的时候，情分在哪里？在我病重垂死，给你打电话求救，你却无情挂断的时候，情分又在哪里？我每问一句，周燕的脸色就白一分，到最后她已经面如死灰。我不再看她，对谢寻说，按流程办吧。是，秦董。谢寻一挥手，2名保安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瘫软如泥的周燕。不，秦征，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这个毒妇，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周燕终于撕下了所有伪装，开始疯狂地咒骂。周薇也反应过来，冲上去想阻拦，被另一名保安控制住。傅雪则趁乱，灰溜溜地想从后门溜走。站住！我冷冷地开口。傅雪的身体一僵，不敢再动。把你脖子上、手腕上、耳朵上所有不属于你的东西都摘下来。傅雪屈辱地咬着嘴唇，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一件一件摘下了那些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珠宝。那些珠宝叮叮当当地落在托盘里，发出的声音清脆又讽刺。看着这满室的狼藉，我终于觉得堵在胸口5年的那口恶气顺畅了。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新鲜的空气涌了进来。楼下警车的声音由远及近。我知道，属于周燕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半年后，争这个名字响彻了整个国际珠宝设计界。我以秦征的本名举办了第1场个人高定珠宝秀，秀场的主题叫涅槃。压轴出场的那件作品是一枚由无数细碎的钻石重新熔炼拼接而成的心形胸针，它残破却又完整，在灯光下折射出比任何一颗完整钻石都更璀璨的光芒。我给它取名破碎的心。这场秀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艳色珠宝在我手上浴火重生，改名为争名，市值翻了10倍，成为了国内当之无愧的龙头。而周燕因为多项罪名并罚，被判了15年。周家也因为他的倒台而一蹶不振，从云端跌落泥潭。周薇后来找过我几次，哭着求我放过他哥哥，我只是让保安把他请了出去。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弥补。我不是圣人，学不会原谅。至于傅雪，在失去了周燕这个靠山后，很快就消失在了人海里。听说他后来又攀上了别的富商，但最终还是被抛弃，下场凄惨。这些都与我无关了。我的胃癌因为发现的早，经过积极治疗，已经完全康复。我把归处工作室扩大，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有才华却出身贫寒的年轻设计师。我希望不会再有下一个秦征。这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坐在工作室的露台上，喝着咖啡，画着新的设计稿。助理小雅跑过来，递给我一份报纸。秦姐，你看，报纸的社会版面有一个小小的豆腐块新闻，前艳色总裁周某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我只看了一眼，就放下了报纸。他减刑也好，不减刑也罢，他的人生已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而我早已飞向了更高更远的天空。我们之间隔着云霓。手机响了，是谢寻打来的。秦董，晚上有空吗？庆祝我们公司上市成功。他的声音温和又有力。这半年来，他一直陪在我身边，亦师亦友，给了我很多帮助。我知道他对我的心意。我看着窗外灿烂的阳光，笑了。好啊。挂了电话，我拿起笔，在画纸上画下了一对展翅高飞的翅膀。在翅膀的中央，我点缀了一颗小小的却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的人生不该只有复仇的灰暗，也该有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光亮。那个一无所有的周太太真的死了，而我秦征获得了新生。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